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巧造咖，我是巧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印度香料咖喱加上优格烤饼。那这个咖喱呢是一锅到底完成，所以在最后清洁上呢还蛮轻松的。那优格烤饼的部分，我觉得它做法很神奇，因为它只需要4样材料，不需要酵母，也不需要发酵，从开始到结束20分钟内搞定，算是之前分享过印度烤饼的简单快速版。那我们就开始吧。那这道印度香料咖喱呢，主角们就是这些香料们。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会用到哪些香料。第一个呢是姜黄粉 turmeric， 然后再来呢是辣椒粉，然后印度综合香料 Gram Masala。那这个买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综合香料的研磨。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 Coriander seeds， 香菜籽。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买整颗的，因为整颗的话，整个香气的保存比较久，然后待会我们现场研磨出来那个味道非常非常棒。那它跟肉类都很搭。然后最后呢是小豆蔻 cardamom。那如果这个你没有的话，没关系，可以省略，因为它用的量蛮少的，算是辅助的角色。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研磨 coriander seeds 香菜籽。香菜籽研磨完啊，那个香气超香的，会忍不住想要偷偷吸它。那今天的香料呢有5种，主要是香菜籽粉，还有姜黄粉、辣椒粉，以及几颗小豆蔻。准备我们的香料蔬菜，有洋葱切块。那这个洋葱呢是大颗的，所以如果你买到的是比较小颗的中型洋葱的话，大概会需要2颗。还有大蒜跟姜切末，红萝卜用滚刀切大块，再来就是牛肉部位的选择，这个是牛肉咖喱好吃的关键。这道咖喱要做得好吃，选对牛肉部位比你的厨艺还要重要。我用过好几种牛肉的部位来煮过，最喜欢就是牛肩肉 chuck。这部位的牛肉啊，它有筋有脂肪，然后牛肉风味浓郁，非常适合炖煮。煮完呢很多汁，然后富含胶质，会有入口即化的口感。切大块一点，煮完它会缩水。加入一点盐跟黑胡椒，简单调味。那我们的准备动作就完成了。今天呢是一锅到底的煮法，而且是用压力锅。先用煎炒的模式预热，然后加入1大匙的植物油，用高温呢放下去，把牛肉块表面煎上色。如果你的锅子比较小的话，牛肉就分次加入。把它煎到这样子，表面呈现咖啡色。4面都上色之后呢，就可以把它从锅子里面取出来，待会备用。看起来已经很好吃了。加入奶油、洋葱，那这时候大概要炒个10分钟，顺便呢把锅底这个咖啡色的渣渣一起炒起来。
把洋葱呢炒到接近咖啡色。这一步骤呢，把洋葱炒到焦糖色，是这个咖喱呢蛮重要的步骤。虽然呢大概会需要10分钟的时间，不过呢焦糖洋葱的那个甜味待会跟我们的番茄泥会平衡，那会让这个味道呢很好吃。那烤到现在这个颜色呢，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辛香料还有香料，所以就是一开始切的大蒜跟姜。香料，除了印度综合香料，其他香料呢都一起加入，大概炒个1分钟左右。那也不要炒太久，避免香料呢会焦掉。加入我们的牛高汤，还有番茄泥、砂糖，搅拌均匀，加热到微滚的状态。一开始煎完的牛肉块，还有红萝卜，这道料理呢，你已经完成90%了。接下来就是压力锅的工作，选择压力模式，然后高压，时间呢大概30分钟。如果你没有压力锅也没关系，你就用一般的锅子盖上锅盖，用中小火炖煮约1个半小时，直到牛肉呢变软。等待期间，咖喱这么下饭的料理，一定要来煮个印度香米。这个米呢，它特色是细细长长的。香米呢，用水洗过之后，加入 Vermicular 的电子铸铁锅，或者是其他的锅子也可以。那要煮出松松软软的口感，水跟米的比例呢是1:1。那小 V 锅它的好处是它有自动煮饭模式，选择几杯米之后按下开始，那锅子呢会自己先浸泡，接着再开始加热，约1个小时内会煮完。开盖，你可以看到呢，铸铁锅煮完呢，那个每个米都会站起来，还蛮惊人的。然后我点印度餐厅外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米都习惯额外调味，不是单纯只有吃白饭而已。那所以今天呢，加了一点奶油、红葱头，还有切碎的罗勒来做一个香料饭。稍微把它拌一拌，焖个10分钟，让香米吸收所有的味道，就完成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超简单免发酵的优格烤饼。如果你喜欢吃印度烤饼，但刚好时间不够怎么办？推荐这个非常快速的优格烤饼，一样好吃哦。中筋面粉、泡打粉、小苏打粉跟盐拌匀，然后加入大量的优格，就这样，连水都不用，也不用酵母，材料呢超少的。只要用手稍微揉个1-2分钟，成团就可以，不需要揉出筋性。这个优格烤饼真的很简单，就是把所有材料混合在一起，也不用揉任何什么粗筋薄末都不用，只要干湿材料看起来是混合均匀就好了。然后因为每个人家里有的优格的浓稠度可能不一样，我今天用的是无糖的希腊优格，是我自己制的。那如果你的优格比较稀的话，可能最后也许面团会比较黏一点，那你就多加一点点面粉，没有关系。这个饼其实它真的，我觉得它的弹性真的蛮大的，其实还蛮好吃的。好，就揉到这样均匀就可以了。然后
你可以稍微让它放个5分钟，做点别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来做待会要刷它的那个大蒜奶油。切一点蒜末，加点盐，还有干燥巴西里，其实只是为了好看而已，你要不加也可以。还有奶油，微波个20秒，让整体融化均匀。那因为这个面团呢，它有一点点黏，所以为了避免太粘手不好移动，就准备4张这样子长长的烘焙纸。那烘焙纸要多大呢？就看你的锅子大小。像我今天呢要用这个铸铁锅来煎的话，我的烘焙纸呢就差不多擀，到时候面团就擀的跟它差不多大，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准备手粉在旁边，因为就不希望它太黏，所以待会面团呢稍微沾一下再开始擀。然后我们今天这样总共可以做4片。看到有点黏黏的吼，这3片先放旁边。那面团呢，沾附手粉，擀面棍呢也要沾点手粉，这样才不会黏。擀的形状呢，什么形状都可以，圆形啊、长方形啊、椭圆形，随意就好。不用太薄，有一定的厚度，像现在这样就可以了。很享受被按摩的bagel。铸铁锅用中大火预热，大概2到3分钟。先确认一下火候有没有够，撒一点水，瞬间蒸发，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不用加任何油，干煎。提着烘焙纸，面团的那一面朝下。整个饼啊，大概煎1分半。最多2分钟，所以如果火候够的话，1分钟内就可以把它煎熟了啊！不要煎太久，它第一个会焦，第二个会变得比较干。翻面。颜色还蛮漂亮的。另外一面呢，大概煎个30秒左右，只要煎到它表面有上色，然后没有那种面团生生的感觉，就可以起锅了。再煎第2片。有时候呢，它会有气泡会鼓起来。那烘焙纸啊，就是它饼皮熟了之后，自然就可以把它剥落下来。如果还没熟的话呢，你就用锅铲稍微压一压，帮助那个地方加热的速度，就可以把它撕下来了。那如果撕不下来，表示它还没熟，再等它一点时间。起锅，起锅，趁热呢，刷上大蒜奶油酱，2面都要刷。刷完的时候超香的，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大蒜的话。优格烤饼完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烤饼呢，它的质地是很柔软的。为了怕它干掉，你可以包一个铝箔纸，或者像我一样盖上一个干净的毛巾，然后待会呢再来吃。等压力锅充分泄压之后，开盖，然后看咖喱当时的浓度呢，可以决定要不要继续用小火再炖个10分钟左右，把酱汁稍微收干。
然后加入印度综合香料。这个香料呢，最后加的好处是它那个香料的风味会比较明显一点。那可以看到，才30分钟就可以把牛肉炖到用筷子轻轻一拨就可以分开的这种软烂的程度，哎，超诱人的。最后选择性的淋上一点鲜奶油，然后加点香菜，你不喜欢的话就不要加。然后可以稍微试吃一下，看你个人的喜好，决定要不要再多加一点盐跟胡椒。就这么简单完成了。我超爱呢用压力锅炖东西，因为正常用小火炖的话大概要1个半小时，可是呢用压力锅只要30分钟就可以煮完，而且又是一锅到底，之后收拾呢也很省事，只要洗1个锅就好。这道牛肉咖喱的基底风味是番茄泥混合呢炒到有逼出甜味的焦糖洋葱，加上多种的香料，不止牛肉本身入味好吃，那个拥有深度风味的酱汁才是咖喱的灵魂啊。试吃时间。那今天分享这一款优格烤饼呢，我第一次做的时候觉得很神奇，因为明明材料那么简单，也不需要发酵，为什么还可以这么好吃？关键呢就是希腊优格，优格本身自带浓厚的发酵风味，让这款烤饼呢风味超棒的。没时间、没搅拌机、没酵母都没关系，试试看这款优格烤饼，它不会令你失望的。今天分享的印度香料牛肉咖喱，它有一种独特的异国风味，可以搭香米、搭优格烤饼，都是很道地的吃法，也很适合煮一大锅冷冻保存，或者是当便当菜，推荐给你。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加分享，是支持我继续拍片最好的方式。我是巧儿，我们下次见咯，Ciao。